自从与蓝忘机在云深不知处后山山顶上分别，魏无羡一人一驴四处云游。自魏无羡重生以来，蓝忘机总是陪在他的身边，不管是跟着剑灵查找线索，还是驱除邪祟、除奸扶弱，他们总是一直在一起。他一度也以为这是不是就是他们最好的生活，把事情查得水落石出之后，他们就可以一起云游天下，一起夜猎，一起实现他们最初的承诺。他会陪蓝忘机继续逢乱必出，蓝忘机会陪着他喝他最喜欢的天子笑。他们会一起牵着小苹果继续游历，直到他们再也走不动的那一天。可世事无常，观音庙之后，蓝曦臣因为受打击太大，一时无法从挫折中走出来，选择了闭关。蓝启仁虽然还勉强能支撑几年，但除了在教授学生这方面颇有建树外，他在家事处理上也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整个姑苏蓝氏不得不托付给了蓝忘机。蓝忘机是前任家主的嫡子之一，从小在兄长和叔父严苛训导下长大，品行高洁，灵力高强，处事公允，在蓝氏掌罚20余年，极为慎重，处理事务也是干脆利落，是下一任家主的不二人选。加上蓝曦臣和蓝启仁的鼎力支持，蓝氏家主之位舍他其谁。虽然话少了点，有个要靠猜才能琢磨出其意图的家主，小的们是要辛苦一些，但这相比而言也就都是小事了。蓝氏仅存的3位长老一致通过，希望蓝忘机能在这个时候顶起蓝氏的大梁。蓝启仁在观音庙之后，就把家族中长老们和蓝曦臣的意见都委托蓝司追转告了蓝忘机。蓝忘机反复思考了再三，还是决定留下来。姑苏蓝氏是他的家门，长兄有托，他不得不支持，家族的传承和维系，他也不得不支撑。他并不是一个人，姑苏蓝氏既是他托之后辈的靠山，也是他不得不应承的责任。观音庙的事情，16年前魏无羡的遭遇，更让他明白，一个人武力再强大也是有限的，只有强大的根基，才会让自己和自己最在意的人不会再任人宰割，不会被人愚弄到连为自己争取一线生机的机会都没有。种种情非得已，他不得不向魏无羡告别。他想，魏无羡一定会懂他，魏无羡也一定会等着他。魏无羡不是不明白蓝忘机留下的原因，但是对他来说，现在事情水落石出，他也是真的想出去看看，看看这个他前生今世都为之努力了那么多的世界。16年了，他也想知道前世今生，他为了当初的誓言，为了无愧于心所努力的一切，究竟值不值得？为了恩情义气，为了心中的正义，他牺牲的不仅是自己的金丹，自己的生命，还搭上了莲花坞疼他如子的江叔叔，护他宠他的师姐，甚至金子轩、温情、温宁，他失去的不仅是亲情、友情，甚至还有那光一样温暖的爱。魏无羡不是没想过是不是留下来陪伴蓝忘机，可他也明白，蓝忘机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他和他毕竟不一样了。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道理，他也不是不懂。云深不知处是蓝忘机不可失去的家，却不是他的家。他现在没有家了，也许有一天他走累了，也会停下来歇一歇，然后再继续前行。当然，他心中也在暗暗琢磨着，说不定哪天蓝湛又回来了呢。嘻嘻。魏无羡游历到益州的时候，突然听说仙门百家共同推举蓝忘机为这一任仙都。蓝忘机有匪君子，赵氏如珠，景行寒光，逢乱必出的美誉早已是家喻户晓，如今接任仙都一职，更是锦上添花，其名气一下子盖过了当世所有名士。魏无羡也是无比的欢喜。虽然他不明白为什么蓝忘机会选择走这样一条在他看来是套离栓江且繁杂辛苦的路，但他总是有自己的理由吧。他这样想，不管怎么样，也得给他的这个知己送上一份贺礼吧。云深不知处，蓝忘机从在上一次清谈会上承诺了担任仙都一职之后，一直在等魏无羡。他知道他收到消息一定会回来，虽然不确定他什么时候会到，但一定会来。他知道这是一次留下魏无羡的机会。他刚接任仙都，又还要承担蓝氏的所有大小事务，事务繁重，无暇分身。如果魏无羡能留下来帮他，这不就是理所应当的事吗？可他也知道，魏无羡早已厌倦了仙门百家这些所谓名门仙家，而且甚至不客气地说，就是他
也并不是多喜欢这些墙头草一般的世家。黑白不分，是非不变，只顾着自己眼前利益的仙门世家，哪还有什么是他值得为之努力的？